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忙了一整天，明明完成了很多事情，却坐下来才发现心里空空的，像什么都没做过一样。或者你明明知道该休息，该放下，但就是做不到。想着明天的计划，脑子里不断翻来覆去，那种感觉很奇怪。你明明努力了，却越努力越累，越累越焦虑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——心理陷阱。普通人每天都在掉进这些陷阱里，却很少有人能看见它的存在。它不像外部的压力那么明显，它藏在你心里，像一个细微的消耗器，一点一点耗光你的精力和热情。佛经里说无明为苦，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你做的不够，也不是说你不努力，而是当你不清楚自己在为什么而努力时，你的努力本身会成为一种负担。现实生活中，这种负担有5个最常见的面向：恐惧、焦虑、攀比、完美主义、拖延。这5个，佛经虽然没有直接用这些现代心理词汇说，但它反复提醒，心里的执着才是痛苦的根源。不是外界给你多少压力，而是你自己怎么抓住它不放。恐惧，看不见的枷锁。我们先从恐惧说起。很多人每天的努力，其实都是在被恐惧驱动。恐惧失败，恐惧被拒绝，恐惧别人看不起自己。例如一个上班族，明明周末可以休息，却加班修改报告，只因为害怕主管不满意。或者一个创业者，明明市场反馈不理想，却不敢调整方向，因为怕承认错误。恐惧让你努力，但这种努力不是靠近目标，而是逃避内心的不安。你越想靠努力镇住恐惧，越容易疲累。因为恐惧不是靠行动能消除的，它需要认知和觉察。佛经里有一句话，观心不动，方得自在。意思是先看清自己的心，才有可能不被恐惧牵着走。焦虑，心像滚动的沙子。第2种陷阱是焦虑。现代生活节奏快，信息爆炸，很多人从早到晚都在心里计算，我做的够不够？别人比我快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？焦虑像滚动的沙子，你抓得越紧，手越空，心越累，越想靠努力去填补焦虑，结果努力本身成了压力源。佛经里讲心无挂碍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提醒你不要被自己想象的未来困住。攀比，比较的无底洞。第3个陷阱是攀比。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，可以刷朋友圈，看到别人更高的收入，更好的家庭，更光鲜的生活，心里就开始打结。你会想，我是不是不够努力？我是不是落后了？这种攀比会无形消耗你的精力，因为你努力的动力已经不是自己，而是别人。佛经说，不与他人相比，方得自在。意思很简单，你的人生标准只能自己定义，别人永远不能替你承担你的焦虑。完美主义，努力的陷阱。第4个陷阱是完美主义。这种心理陷阱特别微妙，它会让你觉得，如果不做到最好，我就不配做这件事。
或者不完美的我不应该被看见。结果是，你花大量精力去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标准，拖延、焦虑、疲惫交织在一起，努力变成了自我折磨，而不是成长。佛经里讲无助为乐，意思不是放弃努力，而是不要被执念绑架，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拖延，心力的消耗器。最后一个陷阱是拖延。拖延看似不努力，实际上消耗最深，因为你心里知道该做什么，却一再推迟。每次推迟都带来心理内耗，对自己的责备，对时间的焦虑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。很多人以为自己不努力，其实每天都在心理上重复努力、失败、内疚的循环。这种消耗比拼命工作更累人。佛经中讲当下即是，提醒我们别被未来想象的压力捆住。当下做最该做的事就是解脱，这就是第一部分的核心。普通人的心理内耗往往来自这5个陷阱：恐惧，驱动努力却消耗内心；焦虑，抓不住的未来折磨你；攀比，别人的标准耗掉你的自我；完美主义，无限回圈的自我要求。拖延，每次推迟都是内耗。佛经给的智慧，不是叫你不努力，而是让你看清什么努力真正靠近人生，什么努力只是内耗。恐惧，努力背后的枷锁。恐惧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的表现千奇百怪。你以为自己是在努力，其实很可能只是被恐惧驱动。比如职场里最典型的场景，一名年轻上班族刚进公司就被告知，项目必须在月底完成，否则会影响评估。他加班到深夜，周末几乎没有休息，只为了把任务完成的完美。同事问他累不累，他摇摇头说习惯了。可是晚上回到家，躺在床上，脑海里还在反复检查白天做的事情，有没有遗漏，有没有被主管看出来的瑕疵。恐惧驱动的努力有一个明显特点，它永远不满足。你越努力，越想确认自己没错，你越想确认自己没错，心越紧。结果是努力本身成了消耗心力的链条。佛经里讲，观心不动，方得自在。真正的自由，并不是不去做事，而是先看清内心，明白自己在为谁努力。你要意识到，努力的目的，如果只是为了压制恐惧，那它不会让你更接近人生的方向，只会让你更累。焦虑，心像滚动的沙子。焦虑比恐惧更隐蔽，但更持久。它像沙子一样，你越抓越滑，越不安。焦虑不是今天的事情，而是对未来无形的担忧。明天的计划做得够吗？别人是不是比我快？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生活中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状态。比如一位创业者，明明已经做了大量市场调研，投入了资金和时间，但每天醒来第一件事还是打开邮箱查看反馈，刷论坛看竞争对手动态。他以为自己在做努力，但内心其实一直在被焦虑牵着走，无法真正停下来。佛经说，心无挂碍，即是解脱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焦虑本身并非外部压迫，而是你给自己心里设了一个牢笼。一旦你学会观察它，而不是被它牵着走，
你的努力才不会被内耗消耗殆尽。恐惧与焦虑交织的日常场景，让我们把恐惧和焦虑放到一个生活场景里。林先生是一位普通上班族，30岁左右。每天早上，他准时起床，做足准备去上班。他总是担心自己的工作是否足够出色，是否会被同事比下去。于是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周末也无法休息。他甚至在朋友圈看到同事度假、晋升的消息时，心里开始焦虑，我是不是不够努力？这种状态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你明明在行动，却越来越迷失自己。林先生努力的对象已经不是工作本身，也不是目标，而是恐惧与焦虑本身。他用行动去应对心里的不安，却不知道真正的解决办法不是在努力，而是先觉察自己的心。佛经里讲，心不住处，即是自在。意思是，当你学会让心不被恐惧和焦虑占据时，努力才有方向，人生才有余力。恐惧和焦虑如何耗尽心力？恐惧驱动的努力永远不满足，总想压制内心的不安。焦虑驱动的努力对未来过度担忧，抓得越紧越疲累。交织在日常，你以为自己在靠行动、靠能力、靠努力提升自己，实际上努力的本身已经被内耗消耗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拼尽全力，却还是觉得自己没进步，心里空空。攀比，别人的标准绑架你的努力。攀比是一个现代人最常见的心理陷阱。你可能每天都在努力，可是你努力的动力已经不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而是别人眼中的标准。比如李小姐，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中层主管，她每天在办公室里加班，努力完成每一个项目，力求让团队满意。她的工作成绩中规中矩，但朋友圈里看到同龄人买了新房，带孩子去国外游学，她的内心开始起伏。我是不是落后了？我是不是不够努力？于是他给自己设下了更高的标准，加班更多，承担更多，心里的焦虑反而越来越重。他的努力不是向目标靠近，而是被攀比绑架。佛经里说，不与他人相比，方得自在。不是叫你不进步，而是提醒你，别人的人生不能成为你的衡量标准。内耗源于你把自己和别人捆在一起。当你学会只关注自己的进度和状态，你的努力才真正向着人生的方向生长。完美主义，努力的陷阱，看不见的锁链。完美主义比攀比更隐蔽，也更难察觉。它让人觉得，如果不做到最好，不够完美，就不能被认可。于是你花大量精力去追求不可能的标准，不断反复修改、推敲、检查，最后的结果不是成长，而是疲惫。例如周先生，一名设计师，每完成一份作品，他总觉得哪里不够完美，哪里还可以改进。同事提醒他，已经很好了，可以交付了。但他心里仍然不安心，回到家又继续修改。结果，每一份完成的作品都像没完成一样。他的努力变成了自我折磨。佛经讲无着为乐，意思不是放弃努力，而是不要被执念绑架。你必须明白自己努力的目的，而不是让完美主义成为消耗心力的牢笼。日常生活里的交叉效应，攀比和完美主义经常交织在日常生活里。
一个人在工作中追求完美，又不断和别人比较，结果是每天看似在努力做事，心里却越来越焦虑，成就感越来越少，内耗感越来越强，努力变成了拖慢人生的力量。例如，一位朋友刚买了新房，本来可以满足安心享受，却不断刷装修博主朋友圈，想着我是不是还可以更好。于是他每天都在加班装修，挑选家具，对比风格，最终精力透支，生活快乐感却消失了。这就是佛经智慧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。执念越强，努力就越偏离方向。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的方式错了。攀比与完美主义如何消耗人生？攀比，努力的目标被别人定义，你追求的不是人生方向，而是他人的标准。完美主义，无限循环的自我要求，把努力变成消耗而非成长。交织效应，当攀比和完美主义同时存在时，你的内耗感最强，努力感最弱。佛经提醒我们，不以外物为荣，不以自我为累，心无挂碍，即是自在。如果你能在努力中觉察自己的内耗，分辨哪些努力是偏离方向的，那么你才会发现，努力也可以很轻盈，很有力。前面我们拆解了恐惧、焦虑、攀比和完美主义，已经可以看到，普通人的努力很多时候不是靠近目标，而是在内耗里打转。这一部分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陷阱是拖延。拖延看似不努力，其实是最深、最隐蔽的心理消耗器。你可能会想，拖延不就是懒吗？只要逼自己去做不就好了？但现实远比你想象的复杂。拖延的心理机制，拖延往往源于内心的矛盾和不确定感。明明知道该做什么，却害怕面对结果。明明想达成目标，却怕失败或不完美。明明想改变现状，却害怕失去舒适的安全区。举个例子，阿明是一位30多岁的程序员，他有一个长期积累的项目，本可以在半年内完成核心模块，但每天总找各种理由推迟。先整理一下思路吧，再看几篇教程就开始。今晚休息好了，明天全力冲。日复一日，他在拖延中耗费了大量心力。焦虑、内疚、自我怀疑，这些心理能量不断累积。你会发现，拖延的人不是不做事，而是每天都在心理上重复努力内耗的循环。佛经里说，当下即是，意思很简单，你不可能控制未来，能控制的是现在的心态和行动。当你学会觉察拖延，不再让心理循环消耗你，你才真正获得心力的自由。拖延与前4个陷阱的关系，拖延与恐惧、焦虑、攀比、完美主义并非孤立存在，它们常常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复杂的心理网络。恐惧让你不敢开始，因为怕失败或被拒绝；焦虑让你担心结果而一拖再拖；攀比让你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；完美主义让你觉得必须做到极致才能开始。于是，拖延就像一个慢性消耗器，每次推迟都在消耗你的心理能量，让你看似在安全区里积累，实则越陷越深。佛经智慧的现实启示，佛经里讲，勿被外境牵，心不住处，即得自在。对于拖延来说，它提醒我们2件事：觉察当下，
认清自己在拖延什么，为何拖延。分清目标和执念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先明确方向，避免无效努力。换句话说，拖延本身不是坏事，心理内耗才是问题。当你学会区分，努力就可以轻盈，而不是压在心头的重担。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把前面讲的5个心理陷阱放在一起看。恐惧，惧怕失败，惧怕评价，永远不满足，努力只是逃避。焦虑，对未来过度担忧，心里无法停下，精力被消耗。攀比，他人的标准绑架你，努力方向被转移，成效感低。完美主义，追求不可能的标准，无限修改，反复自我批评。拖延，内心矛盾，害怕面对，每次推迟都重复心理消耗循环。你会发现，这5个陷阱看似独立，实则互相作用，形成慢性内耗链，让努力变得疲惫无效。佛经的智慧，并非让你不努力，而是教你识别内耗，分清方向，觉察当下，你的努力才会真正靠近人生的目标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拆解了普通人最容易掉进的5大心理陷阱。恐惧，努力只是压制内心不安。焦虑，对未来过度担忧，消耗心理能量。攀比，别人的标准绑架你的努力。完美主义，无限循环的自我要求，把努力变成折磨。拖延，每次推迟都重复心理消耗循环。当这些陷阱交织在一起时，你会发现，明明每天在努力，心里却越来越累，越来越迷茫。现实与佛经智慧的映照，佛经里反复提醒的，其实都是现实的心理止损课。觉察自己的心，先看清内心在害怕什么，在焦虑什么。分清方向与执念，努力的方向明确，内耗就会减少。当下行动，拖延不是懒，而是被内耗绑架。不与他人比较，别人的标准不能定义你的人生。不被完美束缚，完美主义只会消耗心力。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足够了。换句话说，努力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在内耗里用力，而不是在目标上用力。生活里的映照，想象一下，你明明每天都在加班加点，努力追赶目标，却在晚上躺下时，脑海里不断翻滚：我做得够吗？别人比我快吗？我是不是落后了？如果你能停下来，先觉察，我到底害怕什么？我到底在焦虑什么？我这份努力是靠近目标，还是只是被拖着走？你会发现，很多消耗可以被停止。你不需要再用恐惧、焦虑、攀比、完美主义和拖延去逼自己成长，你只需要学会分辨内耗和真正有价值的努力。这就是佛经智慧的现实意义，不是说你不要努力，而是让你努力得更轻盈、更自由、更有方向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努力不是让你更累，而是让你更靠近想要的人生。识别内耗，觉察心理，才能真正把努力变成自由的力量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